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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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好像比较快哦。哦，快好多哦！哇哇哇，刷刷刷的嘞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T 的频道。哇，最近武岭季到了 ，CT 趁这个时候把我的坚硬爬坡车 TIE 要拿出来做一个升级，所以我们场景又来到了瑞光路100号的耀越单车旗舰店。这一次到底要升级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几秒钟前才刚发表的速联的 Force E1电子变速系统，也就是速联的2级电变啊，相当于 Shimano 的 Ultegra 系列。有了之前在 Wheeler 上面装 Red E1的经验之后，我对从 Revo 升级到 Force E1有着非常高度的期待啊！究竟它有没有像 Red E1一样有着优异的刹车感受？还有到底下放了哪一些优点？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喽！进哦！首先介绍一下这次选的规格，因为它 ADH 是设定成爬坡车，所以呢飞轮选择 1036T。就是所谓的看我36T， 武岭就像游戏啊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飞轮的设计，非常的流线，而且最后一梯采用黑底的设计，格外的有杀气啊。在齿盘的部分呢 ，CT 选择的是爬坡专用的4633T， 哇，齿比可是破1呢，真的是爬坡神器啊。这一代呢也导入了 Thread Mount 的锁牙式的齿盘，同样搭配锁牙式的 Force QQ 功率的爪盘。功率精准度可以在正负 1% 以内。这次的曲柄呢 ，CT 选择的是现在最夯的165长度。一次说这么短，不知道感受会不会差很多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工，剩下的部件我们后面会再慢慢的介绍。要我拿起来有感的轻的，有感的轻吗？拿起来我觉得有。首先拆除TIE ADH 上面原本的 Revo 变速系统，哇，上面都是征战无数的遗迹啊。速联的碟刹刹车系统算是非常好按，不会锁死的，但是缺点就是按的时候呢，会比较紧和黏一点点啊。按完锐的就回不去了，它这个都有历史的痕迹了。压起来感觉就像这样，黏黏的，就是会卡卡的。这个还可以接受。对啊，那你看这边回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本 Revo 的变速状况。反应就是3级电变该有的样子。大小盘的行程呢，也稍微慢一些些，而且变速的时候，你的邻居都知道你在变速了。对。大家记住这个感觉了吗？我们稍后装完呢，会再比较一次哦。继续把其余的部件给拆完。其实TIE的车架到我目前心目中还是最硬的一款。毕竟TIE可是有自己制造碳纤维材料的技术呢，刚性可是1等1的，没话讲啊。的主人，都是你的结晶。结晶，你说上面都是我的结晶，都是你的结晶啊，白白的，什么？座椅的部分就没有调整，一样使用 SMP 的坐垫。轮组部分飞轮也拆卸下来，准备换上最新的飞轮，因为 Force 的飞轮还是比较轻嘛，待会量给你们看。哇，碳纤纹路！哇，TIE ADH 原色的碳纤纹路看起来就是不会过气啊。最后就是把变把跟卡钳给卸下来，就差不多咯。哇，卸了。对啊，吹光光了。对啊，这边就是圆啊。哇，真的太久没保养了，上面都结晶啦。好啦，拆的差不多呢，我们准备开始安装全新的 Force E1。我们先简单的过一下零件，测量一下重量的差异。Force E1呢，全套是2776克，较上一代轻了216克。先来看变把的部分 ，Revo 的重量是244克 ，Force E1呢203克，哇，差了40克，一对就差了80克呢。前变速的部分 ，Revo 是156克。Force 呢，则是153克，其实没有差距太大。后边的部分 Revo 是330克 ，Force 则是288克，也算是有感偷轻啊。Revo 的飞轮呢，同样都是1036T， 重量是342克 ，Force 则是304克，哇，这边也偷了一些重量哦。在大盘曲柄组的部分呢，分别测量大盘、功率计还有曲柄组等等，总共的重量大概是
679克。这边的话 ，Revo 忘记测量原本是多少了，先 sorry 啦。刹车碟盘部分，这一次全部换到160的大小。Force 的新碟盘设计上比较简洁，带有特殊的刹车散热孔的设计，重量是139克。链条盒装测量292克，扣掉盒子应该会再轻个120克吧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疗愈的组装时间喽。这次为了赶时间呢，所以油管就没有更换，直接换掉刹车和卡钳的部分，再重新对油管换油。没办法，因为泰座还在逛街，不能拖太久。小按钮，所以你那这就是垫高，把它垫高啊。垫高了。后面的碟盘原本是装140的，那么这一次我想要全部统一成160，才能跟我的威利尔对齐，所以卡钳的垫高片就要安装上去。160垫片，它的垫片为什么看起来没有往上垫啊？哦，它是往上垫哦。对啊。哇，不知道 Force 10000它的刹车感受会不会像 Red 10000呢？打针哦。刹车搞定之后，开始重新换油。人家吗？对啊。将碟盘换成全新的 Force 碟盘。哇，一次到位，完全没有蹭碟。顺的吗 ？OK 啊。趁机修一下胎毛。因为28C 的胎离车架还蛮近的。老样子，我最爱的 Swabi Pro One， 将大盘组组装起来。这代也提供了 Thread Mount 锁牙式的碟盘，直接对准锁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后大盘磨损的时候，只要更换外面的齿盘即可。哇，这是扭力踢扳手啊！对啊，这个简。最后把链条挂上去，准备大功告成啦！哦，对了，把带也要缠一下，蛮特别的，好看，很稀罕哦，因为它是布的，很稀哦。你自己摸，对，它是边织的边。其他部位都 OK 了，差不多啊。再微调一下中间就好了。全新的碟盘，哇，这个碟盘明显厚度有变厚了，因为2年没换。哇，全新 Force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速的感受吧。哦，好像比较快哦，快好多哦。哇哇哇，刷的呢！哦，好快啊！哇，好快！哎呦，快哦！如果按前面的话，会变很快吗？哇！快很准。这是暴力操作了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天哪！好歹让它完全上大盘再下来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变速的反应速度，不管是在飞轮或者是大盘，都非常的快速，而且非常的安静啊。这种变法也没有掉链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蛮安心的。至少我用4、5年，不管是 Red 或者是 Revo， 到现在都还没有掉链过啊。那我们复习一下 Revo。对。再看一下婀娜多姿的 Force 10000。天哪！这个升级整个是香啊！当然，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刹车的部分有像 Red 10000这么的省力吗？就像青春的肉体一样。哇，
形容真的是青春的肉体，有点到位。对，青春的肉体。哦，哎，真的这个好青春哦！你原本是 Red 在上面的吗？对，但是你是 Red 啊，对啊，对，差很多哎。这个差太多了啦，差很多。一只手指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真的，你看，我是轻轻这样子碰而已。就这2根手指就好了。哇，一根小拇指都可以。小拇指一个，哎，小拇指也可以。对，小拇指可以变数。正常来讲，我们都用这两根。对，手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小拇指是因为小拇指没有力，都可以这样子杀了。是的。对，小拇指都可以这样点着杀了，就知道它的这个，哇！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我要撕了。最佳浪费时间的办法。小拇指都可以。对啊，小拇指。哇，这个刹车的手感跟瑞的E1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啊，比上一代好按80%吧。刹车的握柄呢，也是碳纤维的设计，和瑞的E1是一样的，难怪重量可以偷轻这么多啊！相信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换这个变把啊，而且变速的按钮定位也相当的清晰。先停一下，有没有？很 clear。就像我单眼的快门一样啊，只有一个字，爽啊！另外 Force E1的 Bonus Button 的设计也相当的清脆，按下去比较有定位感。我甚至觉得比 Red E1还好按。这是瑞德的刹把，我反而觉得没有这么的好按，你知道吗？瑞德的就比较没有这么颗粒，所以这个算是 Force 做的比瑞德好一点点的地方。再来就是跟卡路车表进行配对，同时设定一下变速上面的按钮。来怎么教？按下后变速器，直到闪灯之后，就可以在码表上面直接进行设定配对了。配对完之后，所有的变速组件，包括变把和前后变速，都会自动被带进来。这边也可以在车表上面直接设定 Bonus Button 它对应的功能。左右边。好，然后我希望这边呢是把它变成是切换大小盘，这样我就可以一只手切换大盘跟小盘。好，就不用2只手一直按。好。然后就设定这个，按 OK， 好，确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定的效果。这样以后就可以单手变大盘啦。设定左右边的按钮。好，这边呢，我把它设成码表的操作。然后呢，这边有分短按跟长按。长按的话，这边有很多功能，像你可以在骑乘中去做一些动作。哇，你看很多那种显示地图啊，或者是显示一些特殊功能的控制，都可以在这边去开启关闭。然后这边我设定成那个开启关闭爬坡提示滑动这个功能。长按呢，这边我把它设成硬体控制，好，可以让它按左上角或右上角这些按钮。哦，然后很多的功能，哎，这时候你看多了一个新功能叫单车铃铛，哎，酷哦！哇，没错，最近的卡路软体升级之后呢，就支援了电子铃铛的功能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。虽然说没有喇叭，但是还蛮像的。哇，是不是超牛逼的呢？今天我们的 Force 啊，终于全部安装完成了，下礼拜就可以去武岭 test 了。好，那我们简单的上路骑了天湖部落跟853之后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步的心得。首先是升级之后，哇，这个变速真的变得明显的畅快许多，而且呢，整个骑乘起来是非常的顺畅的。变速对比以前的 Revo 来讲，整个延迟降低了非常的多。唯一有点小小不习惯的就是从172的腿长降到165，还需要再一点点时间去适应。后面过几个礼拜之后呢，我会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把腿改短之后的相关影响。回到 Force E1本身，在刹车表现的部分，我认为和 Red E1其实是不相上下的。刹车所需要的力道不需要太大，非常的好按，而且呢也不会有锁死的现象。很多车友都会担心说，刹车这么好按，会不会很容易就整个碟盘卡死？但其实我觉得按下来，它是非常的线性smooth的。在你按下刹车的时候，
会有一股缓冲的力量，而不是直接咬死你的碟盘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刹起来还算是蛮安全的。在陡坡刹车的力道也非常的十足，不会让你按到要停下来做甩手操啊。总结来讲，我觉得 Force E1算是一个想要体验高阶功能却又不想要顶级价格的车友来讲，一个非常高 CP 值的选择。当然如果你不 care 和瑞的E1有着那200克的差距的话啦。不过速联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全部都是 Raid 或者是 Force， 你可以部分是 Force， 部分是 Raid， 甚至部分是 Revo， 这些都是可以拼凑起来一起使用的。我相信在各位预算的考量下，一定可以组出最适合你的一个组合。当然在E1系列出来之后，我是真的完全回不去了，所以各位不管你是要 Raid、Revo 还是Force， 我都建议你懒趴捏下去，直接上E1就对啦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Force E1变速器的升级首发分享。我是 CT， 我们下次开箱见哦，拜拜！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啦。